少。给他这么一搞，这银波阵的威力可要被削弱不少，倒是便宜了后来的人。闯关成功，下一位。你没事吧？谢了。恭喜，多谢。萧炎，你的3000雷动修炼到什么境界了？看刚才这速度，恐怕与风雷阁某些佼佼者相比，也不遑多让。穆青鸾，逞口舌之快可不算本事。等3个月之后的四方阁大会，让我来试试你这些年是否有所精进。哼，我也期待着呢，也不知道这次你还有没有上次那么好运。是不是运气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看来四方阁也并非想象中那般和谐。穆小姐，能否借一步说话？我马上回来。说吧，你有何事？请问风尊者，可是穆小姐的老师？这事儿不少人都知道，你要问的不会就是这个吧？那穆小姐可知道尊师风前辈在何处？你究竟是谁？为何要找老师？故人之徒，奉师命前来寻找风前辈。至于是哪一位故人，现在不太方便说。老师喜欢云游，平日很难寻见人影。不过，你若真想找老师，便在3个月之后去风雷东阁吧。风雷东阁？害怕啦？我可不是在逗你玩。3个月后便是四方阁大会，这次的举办地点在风雷东阁，我们星陨阁自然要到场，到时老师也会去。3个月后吗？多谢穆小姐告知此事。你不会真打算去吧？到时候风雷阁阁主可会到场哦，你要自寻死路不成？放心吧，我有分寸。是你执意要去的，可怪不了我。不过，你若真是老师故人的弟子，或许到时他会帮你说情的。没其他事，我就先过去了。终于有风尊者的线索了。萧炎，金谷前辈，闯关已经结束，你跟我来一下。金石前辈，小家伙，你可知道叫你来的原因？若是没猜错的话，想必是为了金石前辈体内的伤势吧？看吧，我就说这小子绝不是寻常的炼药师。你能看到我体内的伤势？可有办法医治？怎么样？火毒入体，而且是深入骨髓。如此严重的火毒，在下还是第一次遇见。想要驱除，极难。当然，也不是说完全没办法驱除。真的，你真能帮我驱除天山火毒？方法十分凶险，并且以我目前的实力，萧炎先生，如果我让你顺利进入斗宗，你能否彻底驱除我体内的火毒？好。其实
天山血潭助人突破之效，只对在斗皇巅峰待了一段时间的人有作用。萧炎先生刚进入9星斗皇，想要借此突破到斗宗，难度不小。那金石前辈所说之法是？天目山顶的火山口，是整座山脉能量最为浓郁的地方。那其中能量最为精纯的，便是这血潭之底。我噬金蜀族耗费无数心血，才将此地开辟而出。也正因为此地，老夫方能在极短的时间内修炼到了7星斗宗。可惜，血潭之底精纯的能量充斥着火毒，否则我族的实力……此乃我族秘地，你若能在此处修炼，必能突破至斗宗。前辈体内的火毒，便是来自那血潭之底吧？以前辈的实力都无法抵挡那火毒的侵蚀，我一个9星斗皇，岂非更加凶险？你身怀异火此等天地至宝，这火毒奈何不了你。这是开启血潭底部空间结界的信物。这笔交易你看如何？当风尊者得知萧炎是药老之徒后，有何反应？风雷阁为何会放过萧炎？自从萧炎来到了中州后，一路上麻烦不断，因此寻找风尊者便成为了萧炎闯荡中州的首要目标。不仅是为了要借助风尊者的斗尊之力来彻底化解魔毒斑，更是为了能够营救药老时多一份助力。只是中州地域何其辽阔，想要寻找一个人，无疑是大海捞针。萧炎苦苦寻找许久，都没有打探到任何关于风尊者的下落。好在天无绝人之路，萧炎在天目山脉中偶遇了风尊者的徒弟穆青鸾，并且从穆青鸾口中得知了风尊者将会在3个月后的四方阁大会中现身。虽说以萧炎现在的实力前往四方阁大会的话，无疑是自投罗网，但为了能够与风尊者见上一面，萧炎还是打算冒险一试。为了能够掩人耳目，避免过早暴露身份，萧炎乔装打扮后，便偷偷混在了人群之中潜入进去。在四方阁大会上，萧炎的目光顿时就被那一身青衣的风尊者吸引了注意。苦苦寻找多日的风尊者，现如今就出现在了自己的眼前。萧炎眼中不由自主地流出了一丝激动之色，毕竟萧炎曾数次听药老提起过风尊者，倘若药老所言非虚的话，只要萧炎能够证明自己是药老之徒，那么风尊者就绝对不会袖手旁观。不过萧炎并没有贸然前往跟风尊者相认，虽说萧炎对药老所说的话是100%信任，但防人之心不可无，就怕风尊者跟当初的寒风一样，萧炎始终保持着警惕，打算等大会结束后再前往相认。可让萧炎没想到的是，自己曾在迦南学院的同窗灵燕竟然也出现在了四方阁大会之上。虽说灵燕已经晋级到了4星斗皇，但面对黄泉阁的王晨却是毫无招架之力，几招下来只好主动认输。可王晨这人生性是杀出手必见血，哪怕灵燕认输，也依旧不依不饶地想要取其性命。就在危机时刻，萧炎及时出手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救下了灵燕。可就是萧炎的这一举动，让王晨认出了萧炎的身份，顿时场上所有人的目光全都聚集在了萧炎的身上。他们不敢相信萧炎竟然会主动现身在风雷阁总部。费天看见萧炎后，顿时火冒3丈，直接一个3000雷动向萧炎袭去。但如今的萧炎也晋级到了斗宗境界，费天击中的也只不过是萧炎的残影罢了。不过这里好歹也是风雷阁的总部，雷尊者本人就在现场，萧炎想要逃脱谈何容易。念及此处，萧炎的目光便投向了风尊者的身上。风尊者真的如同药老所说的那般值得信任。现如今危机重重，萧炎也顾不上那么多了，只好放手一搏。于是萧炎便对着风尊者高喊起来：“风尊者，小子想请您看一物。”当风尊者看清萧炎手上的那戒后，脸上的表情瞬间凝固，并且以极其严肃的语气说道：“谁也不许动萧炎。”一时间，在场的所有人全部呆滞，他们没想到一向洒脱的风尊者竟然也会有如此凌厉的一面，即便是雷尊者对此也是十分不解。但眼看风尊者那不容退步的姿态，雷尊者也只好选择各退一步，让萧炎与凤青儿对决。若是萧炎取胜，那么将不再追究萧炎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
大家对此有何看法呢？欢迎留言讨论和分享你的想法。还想了解后续精彩内容，点赞关注精彩，不容错过。他的灵魂气息竟然能让我解读3000雷幻身，老家伙，多谢馈赠了。终于摆脱那家伙了。这飞天的实力着实强悍，恐怕只有毁灭火莲才能对他造成威胁。可现在有的化生火，也只够施展一次了，得找个时机，好好修炼一下浓颜诀。3000雷幻身，以前的3000雷动虽然玄妙，却远不及飞天施展的3000雷幻身那般，凝聚出的分身具有自主意识。而且，3000雷幻身需要3000雷动修炼到最高层次，方有几率凝聚而出。此功法对灵魂的要求极为严苛，怪不得风雷阁里也很少有人能修炼成功。入微、登堂、大成3个等级，每一级差距极大。若能修炼大成，实力能与本体相当。那飞天的分身应该是登堂境吧？否则，即便我有陨落心炎相助，也不可能如此轻易将他的分身击溃。以心御形，魂流于影，看来必须要在残影出现的那一刹，将一丝灵魂留于其中。只是，那时速度迅猛，怎么可能来得及在其体内留下灵魂？1次不行就100次，100次不行就1000次，定要将之修炼成功。这3000雷动倒是越来越熟练，但是分身的凝聚还是不行。这地阶斗技果然不是那么好修炼的。天幕山脉也应该快要开启了，我得早日动身才行。这次来的倒是挺快。小子，伤我子民，夺我灵果，简直罪无可恕！今日你休想活着走出这片森林！你说你一个占山为王的统领，何必为了一枚无疆果苦苦追杀一我？这样做岂不是掉了自己的身份？小子，你只会躲吗？哪个不知死活的敢偷袭老子？成功了！多谢了，看在你帮了我一次的份上，便让你继续安稳地做你的山大王。你小子别走！
啊！天皇妖翅。天皇妖翅，你认识他？天妖皇族若是知道你炼化了他们族人的翅膀，恐怕这世上就再无你容身之地了。来，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。小子，你算什么东西？敢这么跟老子说话？你若识相，就趁早给老子把吴浆果交出来，不然的话，天妖皇族在魔兽界的食物链中属于真正的顶尖层次。常年的天妖皇大多是在7阶，其中的佼佼者甚至能达到8阶的恐怖地步。这一族的数量虽然不多，但在斗气大陆上的地位却很高。天妖皇族的人在临死前都会回到其族内的祭坛中等待死亡，因此其身上的一切东西，外界都是极难获得的。即便得到了，若是被其族人发现的话，那下场……看来当初的那具神秘干尸，便是这所谓的天妖皇族之人。紫妍的血脉能够压制天妖皇的精血，其本体必然不简单。这魔兽界中还有其他族群能与这天妖皇族抗衡？据我所知，有2个从远古便存在的族群可以抗衡他们，一个是九幽地冥蟒，另一个是太虚古龙。这2个种族也极其恐怖，特别是太虚古龙，十分神秘。据说他们能够随意在虚空中穿梭，是最完美的旅行坐骑。最为可怕的是，听说这太虚古龙是以天妖皇为食，在虚空中穿梭。难道紫妍她属于这支族群？毕竟她的一些能力就与空间有些关系。不要杀我！不要杀我！这个就还给你了。另外，今天的事希望你能保密，否则……您放心，我苍狼王的嘴可是最严的。不过我还是得提醒你一句，千万别被天妖皇族发现古意，否则他们不会轻易放过你。看来这古意不能轻易在人前显露了。